洋洋，过来啦！穆晴朝洋洋招手，那洋洋便走到穆晴的跟前，穆晴把他拉近，然后抱起他，让他坐在自己的大腿上。他柔声问：跟龙婷吵架了没有？洋洋否认了吵架，他稚气地说道：但龙婷说的对，小妹妹是他的小妹妹，他也叫穆阿姨妈妈的，所以小妹妹是他的。穆阿姨，我很喜欢小妹妹，很想要个小妹妹，要不你将小妹妹送给我好不好？穆晴扑哧的笑，这个可不能送呀。君言在风尘山庄就是小祖宗一般的存在，小小年纪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，外人多抱一会儿啊，君家的人都担心小祖宗被人抱走呢。为什么不能送？要不我买吧，可以吗？穆阿姨，我有钱的，我的钱都给穆阿姨，行吗？穆晴笑道：也不能卖，小妹妹是个人，不是一件物品，不能卖的呢。洋洋，你也是妍妍的小哥哥呀，别听龙婷乱说，他是跟你叶叔叔一样的霸道，两个人不是亲生父子，但是两个人对君言的霸道爱护却是一致的。穆阿姨骗人，我只要比妹妹大，她都是叫我哥哥的，但她叫我哥哥和龙婷不一样的。洋洋很认真的道：穆阿姨，我妈妈说我是40虚岁的人了。哎，不是3岁小孩子，你别哄我，她聪明着呢。是，洋洋是个大个仔了呀，不是3岁小孩子，阿姨不哄你哈。但是小妹妹真不能送也不能卖，你喜欢小妹妹，有空的时候就跟你小姨去我家里玩，就能经常看到小妹妹了。洋洋歪着头想了想，说道：可我每天都要上幼儿园，放假也只放2天，我还要想妈妈，还要陪陆叔叔，时间不够用呀。穆晴也是一本正经的，那你说怎么办呀？洋洋不知道怎么办呀，就他觉得还是得自己有一个妹妹，但是小姨不生小妹妹，她哪来的妹妹？哎，让她妈妈生吗？妈妈说她有她就行了呀，不想再生妹妹。就还是跟陆叔叔说吧，等陆叔叔来了，他就偷偷跟陆叔叔说，让陆叔叔跟妈妈说，帮他生个小妹妹。穆妈妈，弟弟拉臭臭了。始终陪着弟妹的龙婷叫喊着。穆晴放下了洋洋，起身就要去帮儿子换尿不湿。叶君博却比他动作更快，战印夫妻俩都看着叶君博，动作娴熟的帮儿子换尿不湿，不嫌臭，不嫌脏。这位大总裁啊，平时嘴上是嫌弃着儿子爱哭闹，更偏疼着女儿，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抱着女儿猛亲。对儿子其实也一样的疼爱。战印看得认真，他要向叶君博取经，那以后当一个合格的奶爸。哟，这么人齐啊，怎么了？都围在那里看什么宝贝？苏南的大嗓门传进来，接着便看到他一手抱着一个大盒子，一手拉着沈小军的手走进来。苏叔叔，君姨。洋洋看到这对夫妻俩，很开心地跑过去，知道沈小军肚子里也有小宝宝。洋洋不敢像以前那样看到君姨就求抱抱，只能转向苏南。这苏南松开了牵着老婆的手，单手抱起了洋洋。洋洋，想苏叔叔吗？想。那怎么表现？洋洋搂住他的脖子，在他的两边脸各亲了一下。苏南满意的笑着，表现得不错。来，苏叔叔送给你一架遥控飞机。谢谢苏叔叔。洋洋开心地接过了那个大盒子。苏南适时地放下他。龙婷，我们去玩飞机吧。洋洋招呼着小伙伴。苏南看清楚屋里的客人后，说道：不知道龙婷也在。苏叔叔没有给你准备着礼物呢，下次补上啊。龙婷，我这架新飞机给你。我再去拿一架，咱们到外面玩去。洋洋很大方地将苏南送给他的新遥控飞机转送给龙婷呢。他有很多遥控飞机，都是依仗苏叔叔或者是表姨送的。遥控玩具车他也有很多，风车更多吧，没办法，就陆叔叔很多时候只会送他风车。
现在他都不怎么风车了，陆叔叔才变换一下。但是陆叔叔送玩具送了一样，就看他喜欢，就天天都是送同样的，不像其他人那样会送新鲜的多样化的。龙婷也不推拒，接受了小伙伴的赠送。等洋洋拿来了另一架遥控玩具飞机，两个小家伙就不斗着弟妹们了，跑到院子里去玩遥控飞机。叶君博夫妻俩都在冲奶粉，冲好奶粉喂过了一双儿女，就便一人抱着一个娃娃坐回沙发上。这个点他们要午休，要抱着睡，睡着了需要小心翼翼的才能放在床上。叶君博抱着女儿，满脸的慈爱。苏南伸手捏了君言的小脸一下，肉乎乎的，手感真好。叶君博一巴掌拍开他的手，苏南，你别捏我女儿的脸，她会痛的。我看她没哭呀。叶君博说道，要是我女儿哭了，我能跟你打一架，我闺女最听话的了。仙少会哭，你捏她脸，她若是哭，就是捏痛了她痛得受不了，就哭，你说我能不揍你吗？他赶紧坐回自己老婆身边。君家的小祖宗捏不起啊。两个孩子吃饱喝足后，还真的很快就睡着。就等他们睡着，这叶君博小夫妻俩分别将儿女放回婴儿推车上。叶瑶很好放，君言就不好放了。刚放下就睁开了眼睛，叶君博只得又抱起他，轻声哄着，还在厅里走来走去。苏南凑到老婆的耳边小声说道，若非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那沈小军轻拧一下他的大腿。苏南坐正了身子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便对战印说道，来你家的路上，我收到信息部老大的信息，说发现有个陌生男人出现在管城，带着10几名的保镖，不过来也匆匆，走也匆匆，还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，来管城做什么。战印没说话，海童随口说道，管城又不是非管城人不能入，每天都会有无数的陌生人来了管城，又离开管城的。苏家也真是厉害，管城有陌生人进城都关注着。沈小军也说道，就是你当管城是你苏家的呀，来个陌生人还得经过你们苏家同意。苏南笑，我可没有那样说，是下面的人报上来的消息，我随口提一提而已。一般的商界大佬过来，苏南自然不会跟战印说这样的事。但是现在有点敏感，海玲去了江城。已故的海太太是江城凤家上一任家主的小女儿。凤家在各大家族里属于特殊的存在，他们都知道海玲去江城的这真正意义是什么。忽然来了个不知名的大佬，还摸不清楚对方的底细，那人还是来也匆匆，走也匆匆。那苏家的信息网啊，便将这个有点敏感的人物往上报了。苏少主还在云城那边追妻，就管城的事都交给苏南打理，这手底下的人有什么事，那很自然的报到苏南这里来。那苏南处理不了的，才会告诉苏腾或者苏家主。苏南，你是不是怀疑江城那边来人？海童忽然问着。苏南看了好友2眼，见战印不说话，他才说现在不知道，没有摸清他的底细。他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像阵风似的。要不是我苏家的信息网厉害，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来过。按我对凤家的了解，我觉得不可能是凤家派来的人。凤家当家做主的人是凤家主，凤家主刚从管城回去，那个神秘的男人是个中年人，我们没有捕捉到他的样子。苏南的意思是，凤家除了凤家主母女俩，没有拿得出手的人物了。那凤家的男性就更不用说了，基本上可以排除那个人是江城凤家的。彤彤，这事咱们别管，管城那么大，经常有很多人过来出差的。沈小军笑道，走，咱们出去走走，看洋洋玩飞机。海童看到叶君博将军言交到穆晴手里，让穆晴放女儿躺下，说到等晴晴放下了妍妍，
我们3个人出去，留他们3个男人在屋里聊他们的生意。顺便看着2个孩子，2个小奶娃睡着了，总要有人看着的。沈小军嗯着，人跟着站起来，走向那对恩爱的夫妻俩。海童也跟着过去。妍妍还没有睡着吗？海童小声问着。穆晴小声答道：睡着了，可能睡得还不够沉。他爸放他在婴儿推车上，他就醒来，我抱着他，哄着他，他会睡得沉一点。他又对丈夫说道：我抱着闺女就行，你去陪苏总他们聊聊。叶军博见3个女人在一起，嗯了一声，走向那2个大男人了。在妈妈的怀里，君言睡得香甜。几分钟后，穆晴小心地将他放躺在婴儿推车上。这一次呢，小家伙没有马上醒来。海童帮忙盖上了小被子，沈小军则是帮忙放下了推车的小蚊帐，罩住小兄妹俩，这样他们睡得会更舒服一点。我们出去看看那2个调皮鬼。海童轻声对穆晴说道。穆晴呢，嗯着，她推动婴儿推车，推到了丈夫的身边，小声说道：老公，你看着孩子，我出去看看龙庭。叶军博点头。2个奶娃娃只要吃饱喝足，午休能睡上2-3个小时的。等魏少奶奶出去了，确定他们听不见他们谈话。战印对叶军博说道：军博，你们可能被人盯着了，准确来说是盯着龙庭的。闻言，叶军博神色一凛。苏南不明所以啊。战印说道：苏南说有个神秘的男人带着保镖团来了管城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今天你们又恰好过来，还带着龙庭，我总觉得2者可能有关联。叶军博是风尘集团的当家人，在 A 市也是声名显赫的人物，敢盯着叶军博的人都不能小瞧了去。主要是他们知道龙庭背后有个图腾，龙庭还背负着血海深仇。龙庭家里的人除了他这个小娃，当初被奶妈兼保姆带着逃到了望城去，其他人都被灭了。灭龙庭家门的人一直追杀着龙庭的，龙庭被穆晴捡到养在身边，收为义子。穆晴身边有很多人保护他，龙庭才安全啊。回到 A 市后，龙庭被老神医带走，自始龙庭才是真正的安全。偶尔龙庭回到风尘山庄，都有老神医跟着。老神医身边的那些老友们，不要看他们个个都像老顽童，一个个都不可惹的，那没有人愿意去得罪那些老顽童。而且龙庭的消息被封锁得很好，若是被发现，可能就是暑假的时候，海童带着洋洋过去，带着孩子们外出玩乐。还有就是这一次我们带着龙庭过来。叶军博望向苏南，低沉地问着苏总，你能查到那个神秘人吗？姓什么？来自哪里？苏南摇头，现在还查不到。如果如战印说的那样，可能与龙庭有关联，怕是查不到。龙庭的原生家庭势力不输于我们苏家，他们可能都不将我苏家放在眼里。战印不说话，知道苏南说的是事实。叶军博比他们俩更清楚龙庭的仇家有多厉害，否则龙庭的一大家人，连同忠于龙庭父母的那些人，就不会被灭，不是一个家族那么简单的。龙庭背后那个图腾，才是为他们家招来杀身之祸的源头。虽然呢，他们也不知道那个图腾藏着什么秘密。龙庭的家人将图腾刻在一个小奶娃的后背，不顾小奶娃痛不痛，都要刻上去，就知道是让龙庭和图腾同生共死的了。如果是冲着龙庭来的，他们还真有这个本事。要不是龙庭的仇家太厉害，那穆晴也舍不得将孩子交给老神医带走。穆晴是龙庭如亲生的，那小家伙刚会叫妈妈，就是冲着穆晴叫妈妈的。他们可能吧，也不能确定吧。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是发现无法下手，
还是不能确定。叶君博猜测着啊，战印低冷地说了句，他是不敢在管城动手，他对苏家多少都有点忌惮的吧。苏南也是这样认为，否则不会匆匆而去。叶君博想了想后，认同两个人的话，他向两人请求这件事别和晴晴说，免得他担忧。就2天时间，龙庭又要走的了，想再见他，估计要等到过年。就让孩子好好的玩2天。战印和苏南都点了点头，承诺会保密。龙庭还小，他现在也不知道，他小年纪就背负着血海深仇，也不明白无论是师傅还是师公，亦或其他师叔伯公们，就为什么对他要求特别严格。大家不想让他去杀人，但也不能让他被人杀了呀，那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自保能力。那至于报仇雪恨的事，有法律，那等他长大后搜集到足够的证据，他的所有仇人都能落入法网。经历过蓝家家变的事情，让他们懂得利用法律替自己讨还公道，既能报了仇出了气，就又不会一头栽进去影响自己的余生。现在蓝家过得滋滋润润的呀，那些伤害过蓝家母子的人，现在不就受到了法律的惩罚？只有2位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没有进去，但他们生不如死，死了吧还能一了百了吧，活着比死难受，对他们来说却是最好的报复。明叔走了进来，他走到战印的身边，轻声说道：“大少爷，陆四少来了。”东明来了，我出去推他进来吧。战印说了句，起身便走。明叔说道：“陆四少有保镖跟随着。”他在院子里看着洋洋玩飞机。战印重新坐了下来，对叶君博说道：“东明陪着洋洋，由他吧。”叶君博理解地笑了笑，八卦地问了句：“陆总和洋洋的妈妈什么时候能请大家喝喜酒啊？我大姐现在不抗拒再嫁了，她和东明已经郎有情妹有意，只是东明还没有完全康复，现在反而是他抗拒着结婚，他怕自己无法恢复正常会拖累我大姐。”说完后呢，战印叹了口气，早在察觉到陆东明对大姨姐有意思，战印就提醒过陆东明的，他们俩不会太顺利。海玲离过婚，又有个儿子，很多当婆婆的女人啊都会嫌弃海玲，就更不要说豪门了。陆太太不就反应激烈，死活不同意陆东明和海玲在一起。那陆东明不听父母的，还是出了意外。现在陆家上下不再反对陆东明和海玲在一起，付出的代价是陆东明残了双腿。这代价太大啊。叶君博安慰的道：“顺其自然吧，他们俩都是经过很多事情的人，会珍惜彼此的，也不会嫌弃对方的。我大姐现在又去了江城，感觉他们之间还没那么快有结果，好事多磨呀。”苏南在一旁听着，笑眯眯的道：“还是我最好了。他和沈小军一路走来都是顺风顺水的，没有人阻拦，也没有情敌，不像他的2个铁哥们总有意外发生。”叶君博和战印都投给苏南嫉妒的眼神。就与此同时的江城，海玲带着保镖刚走出丰泽大酒店，就被凤家主的人拦住了去路。“海小姐，打扰一下。”凤家主的人对海玲客客气气的。海玲是想出去到处走走，考察考察市场的。对于出门就被凤家主的人拦着，海玲没有表现出惊讶。凤家主早晚会让人来找他的，没想到那么快。有事？凤家保镖恭敬地道：“海小姐，我们家主今晚会在家里设宴，请海小姐过去吃饭。家主说希望海小姐不要拒绝，都是自家亲戚，要正常走动。我们家主还说了，家里收拾好了房间，请海小姐搬过去同住。说海小姐过来了，家主不知道还好，知道了肯定不能让海小姐住在酒店里的，哪怕丰泽大酒店是战氏集团旗下的。”那海玲说道：“你回去告诉凤家主，我晚上会过去吃饭，住就不用了。我住酒店挺好的，不好去打扰他们。凤家那是凤家主的地盘，在那里。”
凤家主如同古代的帝皇一样，拥有绝对的话事权，就想捏死他，那是分分钟的事。他若是搬进凤家去住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虽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但是老虎太多的时候，还是小命更重要。命若是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凤家保镖只负责带话给海玲，话带到了，得到了海玲的回复，就可以回去复命。他说道：“我会回去转告我们家主的。那我先走，不打扰海小姐了。”海玲微点一下头，凤家保镖转身走了，很快便开车离开丰泽大酒店。海玲对自己的保镖说道：“你们在楼下等我，我去见见浩宇，跟战浩宇说一声凤家主，请他去凤家吃饭的事。”去啊，他肯定要去的，那是他母亲以前的家，他想去看看母亲以前生活的地方。数分钟后，海玲敲开了战浩宇的办公室。战浩宇正在写着什么呢？看到进来的人是海玲，赶紧拿起文件盖住了他面前的那张纸，动作那么快，害怕海玲看到。海玲猜测这家伙是在给乔涵写情书。海玲装着没有看到战浩宇的小动作。海玲姐，你不是出去了吗？战浩宇起身绕出了办公桌，请着海玲在待客区那里的沙发上坐下来，又去给海玲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早上出去了，中午回来吃了饭，休息了片刻，现在想出去，被凤家主的人拦住了。战浩宇顿时紧张地问：“凤家的人敢在丰泽大酒店动你，这是向他战浩宇挑衅？以为他战浩宇是纸糊的老虎吗？那倒没有，他们再傻也不会在丰泽大酒店动我。凤家主说今晚在家里设宴，请客吃饭，也请我过去。我想他这个宴是专门针对我的，是鸿门宴。”那战浩宇说道：“肯定是鸿门宴。海玲姐，我陪着你去呢。”海玲笑道：“不用了，他现在不会对我怎么样的，不管他会不会对你动手，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涉险。那个老女人心狠手辣的，你不要以为她不敢对你下手，她知道就算她什么都不做，我们与凤家也不能和平相处的。为了凤家不回到你们这一支的手里，老女人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你才有可能成为凤晴的对手。她家大嫂现在不方便，商小飞又摆明了，她没有那个能力，也不想接管凤家，只有海玲是适合的人选，那不就成了凤晴最有力的对手呀？”战浩宇说道：“我一会儿去乔氏见乔涵，问问他晚上有没有时间，我们俩陪着你去。今晚倒是不用担心老女人对你下手，我们俩跟着过去，让老女人知道，就算你自己过来，你背后还是有人的呀。他想在江城捏死你，也得掂量掂量。不说咱们，就是乔涵在江城的势力，凤家主都要忌惮3分，扯着乔涵进来不太好吧？人家乔氏和凤氏平时是井水不犯河水，相安无事的，不能因为我们和凤家的私人恩怨就拉他进来，卷进了战浩宇，那是没办法的事呀。就他妹妹是战浩宇的大嫂，就算战浩宇什么都不做，在凤家主的眼里，战浩宇也是站在他这一边的。”战浩宇说道：“有什么扯不扯进来？乔涵以后是我老婆，是我战家的二少奶奶，跟我大嫂就是妯娌的关系。她什么都不做，别人也知道她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。”海玲笑他：“你都还没有追到手，就说人家是你老婆了，脸皮够厚。我看乔涵就是被你的脸皮厚缠的没办法的。烈女怕缠郎，战浩宇就是那个缠郎，特别难缠的那种。”战浩宇说道：“我大哥给我总结的经验，追妻的时候就要脸皮厚。战印没有怎么追过妻，还给堂弟们总结出了一套追妻经验。海玲姐就这么说定了，晚上我和我乔涵陪着你去凤家。”海玲想了想，答应了，没有再拒绝他把乔涵卷进来。况且呢，现在乔涵早就被卷进来了。
那你忙，我先出去到处走一走，傍晚再见。战浩宇嗯了一声，他亲自送海玲走出他的办公室。等海玲进了电梯后，他转身往回走，同时打电话给乔涵。乔涵忙得团团转的，看到是他的来电都懒得搭理他，并没有接听。战浩宇转而给他发信息，告诉他今晚陪着海玲去凤家吃饭。乔涵好久才回复他一个字：好。坐回办公桌前，战浩宇盯着心上人回复的一个字信息，再拿出自己藏起来的还没有写完的情书，对比了一下自己洋洋洒洒的写下了几页纸。乔涵是真的太小气了，就给他回复一个字：知道你比我忙，我就不跟你计较那么多了。谁叫我爱上你了呢？两个人中，他先动心，就是他先低头的了。那么忙，还愿意回复我一个字，我该知足的了。战浩宇自言自语的，然后拿起笔想接着写情书，一时间却又写不下去了。他嘀咕着，灵感正好的时候被海玲姐打断了，现在一时间不知道写什么了。算了，写点土情话吧。战三少爷在情书的后面反复的写下我爱你3个字。海玲倒是没想到自己来一趟会打断了战浩宇写情书的灵感。他是没有写过情书的，以前在学校里倒是收过不少情书，不说别人，就是周鸿林都给他写过无数封情书。那时候的感情是真的很纯粹，不像后来那般渗入了太多的杂质，再也不纯粹了。海玲在江城到处转悠，他知道他现在的一举一动都被凤家主盯着，盯着就盯着呗，就像他也留意着凤家的举动一样，这里走一走，那里看一看。时间过去得很快，转眼间便到了傍晚。海玲回到丰泽大酒店，战浩宇还没有回来，他给海玲发了信息，让海玲在酒店等着，他去接乔涵，很快就会回来。战浩宇捧着一大束的钱花，守在乔氏集团的大型会议室门口。乔涵还在开会呢。哇，这个女人呀，真的是比他还忙，打理着那么大的一家公司，每天都有着开不完的会议，处理不完的文件，谈不完的生意。临近下班时间了，外面天色已沉，乔涵都还在开会。傍晚的风还特别大。战浩宇出门时特意的穿了件大衣，方便乔涵围着他取暖。乔涵他才不需要依偎着他取暖。战浩宇等了10分钟后，会议室的大门被打开，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各高层管理就陆陆续续的从里面走出来。一出来就看到抱着大束钱花的战浩宇，众人都停止了讨论的话题，客气的向战浩宇问好。战总，战三少爷。有人称呼他战总，有人称呼他战三少爷。战浩宇都回以微笑。大哥不在场，别人称呼战总就是叫他的了。众人走远了，才小声的讨论着。战三少爷真的是我见过最难缠、最不要脸的男人。他们公司年轻俊冷的乔总，就是被战浩宇生生的绊弯的。战浩宇不用听也猜到这些人走远了，会老调重弹的。别看他们在他面前对他客客气气的，背后都在骂他。乔轩在众管理的后面，他出来看到战浩宇，冲着战浩宇笑。待他看清楚战浩宇手上捧着的是一大束钱花时，他立即上前咪咪的笑着伸出双手，嘴上说道：战浩宇，这么大一束花，你抱着很辛苦吧？来，我帮你分担一下。战浩宇一个侧身避开了他伸过来的手，又腾出一只手拍开乔轩的手，说道：不重，不需要你分担。你哥呢？我哥在里面，这么大束花怎么会不重呢？给我吗？我帮你拿着。这样的花束你多送几束过来，我都不嫌多的。乔轩做事又要抢钱花，战浩宇一脚踹过去，逼得乔轩后退了几步，没有办法再就近抢钱花。战浩宇，你踹我！
不怕我在我哥面前告你的状。战浩宇压根儿不怕未来小舅子的威胁，他反过来威胁着乔轩，信不信我去乔叔和阿姨那里告你的状？我会跟阿姨说你老大不小了，就得考虑人生大事，让阿姨天天给你安排相亲。乔轩和乔涵是孪生的，那姐弟俩就差了10分钟。乔轩的确到了适婚年龄。战浩宇，算你狠。战浩宇，你不会真的去告状吧？就舌头太长，我哥不喜欢的。算了，不要你的钱花。我又不是没见过钱花，我多的是钱花呀。他也不是真的想要，就是每次看到战浩宇捧着花束等着他姐的时候，他忍不住逗一逗战浩宇。乔轩笑着走了，走了几步又折回来，俊脸凑到战浩宇的跟前，小心地问着战浩宇，你该不会真的去我妈面前告我的状吧？你不告我的状，我就不会告你的状。反正两人相互牵制着，战浩宇怕乔涵生气，乔轩则怕父母的催婚。就算乔董夫妻俩不催婚，他们把乔轩骂一顿也够乔轩受的呀。那现在啊，在乔家二老的眼里，战浩宇才是宝贝，比乔轩这个亲生儿子更受宠的。乔轩就经常在姐姐面前吐槽，怀疑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。父母那么喜欢战浩宇，他和战浩宇可能是被调换了的，然后呢，被他姐姐砸了一个烟灰缸。乔轩觉得在自己家里，他的地位是最低下的那个。哎，谁叫他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呢？要是他带个女孩子回家，保证他在父母面前的地位急剧飙升。想到父母盼儿媳妇的劲儿，乔轩又觉得就算他带了女朋友回家，他依旧是地位最低下的那个。因为父母对战浩宇的稀罕劲儿会转移到他的女朋友身上，在稀罕女婿都是别人家的儿子，是要娶走他们乔家女儿的。但是儿子带回来的女友以后是要嫁入乔家的，就是乔家人。那乔董夫妻俩自然就更重视未来的儿媳妇。你就嘚瑟吧，乔轩嘀咕着，等我找个女朋友带回家里和你争宠，我爸妈就不喜欢你这个准女婿了。当然乔轩就是嘀咕一下，不会真的那样做，他都没有遇到那个能让他心动想结束单身的女孩子啊。缘分啊，味道。不着急，着急也没有用。乔涵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了，他才从会议室里出来。亲爱的，战浩宇捧着钱花迎上前去，那张俊美的脸笑得张扬。别叫我亲爱的，听着肉麻，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。好，听你的，老婆。战浩宇，好好好，不乱叫了。乔涵，这束花你送给你不会枯萎，还很实用呢。乔涵无奈地接过了他递过来的钱花，说道，叫你不要送花，还是天天送。这种花是不会枯萎，也很占地方的。他的房里现在已经摆满了大束大束的钱花，全是这个家伙送的。他工作忙，回到家里很晚了，只想赶紧洗洗睡睡，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摘了这些钱花。他再送几次呢，他的房间就放不下了。得往他的书房里塞去。我听说你们女孩子最喜欢2种花，一种是有钱花，一种是随便花，2种我都送给你。战浩宇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声音低柔，眸子灼灼地锁着乔涵的俊脸。看到他满脸的倦容，他又心疼不已，牵起了乔涵的手，说到今晚从凤家回来后，不准你再工作，早点休息。乔轩太轻松了，给他安排多一点的工作吧。他能力摆在那里，能让他接手的都让他接手了，还不让他接手的是他还没有那个能力，头没有那么大，不能让他戴那么大的帽子。乔轩不差，那跟姐姐相比始终是差一点的。况且乔氏集团交给乔涵管了好几年，他积累的经验比弟弟充足呀。乔涵忽地笑了笑，说道，让乔轩知道你让我给他增加工作量，他能跳起来。我还怕他跳起来啊，看到你每天那么累，
我心疼她天天有大把大把的时间，陪着不同类型的红颜知己，到处逛街、购物、聚餐，小日子过得潇潇洒洒的。乔涵说道：“我习惯了这样的日子，哪一天真让我停下来，什么都不用我干，我反而会不习惯。可能我天生就是劳碌命吧。”哎，海玲姐在哪里啊？乔涵问了句。在丰泽酒店等着啊，我们过去和她会合，还是让她先去凤家？我们直接从你公司去凤家。乔涵问道。你们没有说好？说好了，既然说好了，就不要再更改。免得海玲姐在酒店白白的等待。你要是早点说分开走，那人家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。战浩宇笑笑，是我想的不够周到。我想着我们一起去，就海玲姐会安全一点。海玲姐既然赶来这一趟，她就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的。你没必要束缚着海玲姐。我没有束缚着她，想着她初来乍到，连脚都没有着地，总要给她撑撑腰的呀。哎，免得我大嫂担心。战浩宇低沉的道：“那个老女人心狠手辣。”海玲姐突然过来，触动老女人的神经。她现在怕是睡都睡不着，担心她抢来的权势会回归正道啊。乔涵默了默后说道：“凤家的家规不行，不应该制定这样的规矩，应该是贤者能者上位，那样才能让人心服口服。”战浩宇就跟着沉默。凤家的规矩就的确是不行，一开始制定这样的规矩，其他人没有本事，那还能老老实实的遵守。那时间长了呢，也有了其他能人出现，还要被逼着当个跟班的跑腿的，心里岂能没有意见？特别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们，长姐因为年纪居长，就拥有了先天的优势，这对妹妹们很不公平。那若是长姐特别优秀，妹妹们还无话可说。那长姐能力平平，妹妹特别优秀的时候呢？难道也让长姐上位，让妹妹屈居辅助之臣呢？这不是说上一任的凤家主没用，上一任的凤家主比现在的凤家主优秀一点，只是他对妹妹太信任了，加上连续高龄产女，伤了身体才会被妹妹钻了空子。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也不好解决吧，需要有着海量的当家人，才有勇气修改家规。但是修改了家规后，竞争力更大，依旧是有阴谋诡计的。人性在金钱、权力、地位面前经不起考验。乔涵不说话了，咱们不想那些，又不是咱们的事，我们只要给海玲姐撑撑腰就行，她怎么做那是她的事。海玲姐是我大嫂的亲姐姐，有这一层关系，我们才会多管闲事，否则呢，凤家的往事与他们何干呀？乔涵笑了笑，那是自然的，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，今晚不请自去，吃那一顿饭是表个态，让凤家不敢太嚣张。谁叫海玲呢？是她未来妯娌的亲姐姐呢？